无性婚姻，中国当代都市10对夫妻口述实录。花心丈夫践踏了我们的性爱之花。人生的必然，无不是由无数个偶然链接而成的。假如不是那次和妈妈吵架后，我赌气跑到餐馆喝酒，我想我大概不会认识石小鹏的。不认识石小鹏，也就不会有眼下这苦恼的婚姻生活。但是生活中没有假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逃也逃不掉。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是的，我相信命运，否则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真的就没有办法做出解释了。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爸爸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爱喝酒也许算不上多么严重的缺点，问题是自制力极差的爸爸是每喝必醉，一醉他就动手打我妈妈。从小我就是在这种充满着家庭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的，直到后来我嫁给了石小鹏，离开了这个没有阳光的家庭。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吧，妈妈一向不喜欢我。高考落榜后，一时没有找到工作，待在家里吃闲饭。那个时候的我更成了她的眼中钉，横竖看我都不顺眼。其实那天和妈妈吵架，起因就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在做鱼的时候忘了放料酒了，结果鱼端上饭桌后，妈妈刚吃了一口就皱起了眉头。我刚说了一句下次我一定注意，没想到妈妈竟然把筷子摔到了桌子上，接着就是大声地训斥着我。你说说你啊，你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呀？我都告诉你多少次了，做鱼的时候一定不能忘了放料酒，这么腥的鱼猫都不吃。你看看你自己吧，大学考不上，饭也不会做，难道你让我在家里养你一辈子呀？我真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闺女。平日里妈妈为这样的家庭琐事可没少训斥我，但是每一次我都忍了。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我竟然跟她顶起了嘴。谁要你养我一辈子了？我明天就去找工作，自己挣钱自己花，省得我整天受你们的气。不就是忘了放料酒了吗？至于说这么难听的话吗？嫌我做的鱼不好吃，那你们怎么不自己做呢？妈妈没想到我竟然敢顶撞她，一时被我气得浑身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趁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功夫，我打开门，身子一飘跑了出去。关上门的瞬间，我听到妈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接着我就听到屋子里摔碗的声音。我站在黑暗的楼道里，幸灾乐祸地笑了一声，然后我走到了大街上，我还吹起了欢快的口哨。当时有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惬意油然而生。整整19年了，我一直生活在这种让人窒息的家庭中。现在我长大了，一直把我当作出气筒的妈妈休想再对我指手画脚。是的，我已经学会了反抗。反抗，反抗，反抗，我在心里狠狠地重复着这2个字。我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看着街边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我才感觉到肚子有点饿了。于是我就信步走进路边一家新开不久的餐馆。我在靠窗的位置找了个座，要了2个小菜，然后又要了一瓶酒。想喝酒的愿望是突然间产生的。以前在家里，每当我看着爸爸有滋有味的喝酒时，也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有一回趁爸爸不注意，我偷偷地尝了一口，
感觉只有一个字：辣。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喜欢喝这种辣椒水似的东西，喝完了还要打他的老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他的老婆，我的妈妈，把气就全都撒到我身上了。我真的很委屈，很委屈的，多少次我都想把爸爸的酒瓶打碎。我恨酒，恨整天只知道喝酒的爸爸，更恨把我不当回事的妈妈。但是现在呢，我却对酒产生了兴趣。服务生把菜和酒端上桌，我打开酒瓶，一股香气向我扑来。我拿过桌上的杯子，倒了半杯酒，举到唇边，小心地抿了一口。瞬间的火辣过后，我竟意外地感觉到了一丝甘甜。原来酒除了辣味儿，还会有甜的感觉，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又抿了一口，这回喝得急了些，把我的眼泪呛得流了下来。我一阵眼泪流下，没心没肺地喝掉了半瓶酒。慢慢的，我感觉到了一股醉意。结了账，我摇摇晃晃地走出餐馆，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吧，我才发现我竟然走错了方向。这一带我生活了19年，熟悉的闭着眼睛都能够摸回家，今天竟然走错了路。这让我觉得挺好玩的，好像也挺刺激的。我索性就让自己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算哪儿。那个让我压抑的家，我是再也不想回去了。就这样，又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我来到了城乡结合部。虽然感觉还是在城里，但是在昏暗的路灯下，我竟然闻到了庄稼的清香，这让我很兴奋。我兴奋地跑了起来，跑到环城公路边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点累了，就停下来慢慢地走。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路边那家补汽车轮胎的小店，店门口站着几个小伙子，正冲着我指手画脚的。我听到有一个小伙子嚷：“嘿，快看快看啊，这么漂亮的学生妹，波还蛮大的嘛。”他身后一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说：“这么小的身材，竟然长了这么一对大波，一看就是假的。现在啊，城里的那些女人有几个没做隆胸手术的呀？这帮混混竟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议论我，要是在往常，我非吓得撒腿就跑。可是那天晚上不知怎么了，我竟然产生了一种不服输的念头。我走到他们面前，冲那个帅小伙子说：“你妹妹的胸才是假的呢，要不要我脱了衣服让你看一看？你看看到底是真是假？”这帮混混被我镇住了，他们面面相觑，没一个人敢接我的话。看着他们尴尬的样子，我很开心，我咯咯地笑着，边笑边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刚走出几步远，我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不由得回过头，只见是那个帅小伙子在跟着我。我忙站住问他：“你跟着我干什么？想占我的便宜吗？”他讪讪地笑了笑，对我说：“我看你喝得这么醉，怕你路上不安全，想把你送回家。”我说：“那好啊，我正愁找不到回家的路呢。”俗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话是相当有道理的。有的时候，你看到女人们捶打着自己的老公或情人的肩膀，嘴里边一个劲儿地说着“你坏，你坏”，脸上呢却笑成了一朵花。这个坏字，怎一个好字了得！这就是女人的心理。男人如果猜不透的话，你就别想得到女人的心。看起来让女人感兴趣的男人，可能都是那类会来事儿，把情爱这块魔方玩得花样翻新的男人。比如说《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吧，
那坏坏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就曾让世界上的女人们为之痴迷倾倒。石小鹏就是靠着他的那股坏劲儿，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把我征服了。石小鹏就是那个要送我回家的帅小伙子，他就是轮胎店的小老板。那天晚上，他并没有把我送回家，而是领着我进了一家宾馆。我大概真的是喝醉了吧，竟然迷迷糊糊的跟他去了宾馆。一进房间，石小鹏这个坏小子就把门锁上了，然后就抱着我吻了起来。我没有反抗，软软的瘫在他的怀里，任他疯狂地吻着我。后来我感觉到他在一件一件脱我的衣服，这时我清醒了一点，我想推开他，但却感觉浑身无力，怎么推都推不动，只好任由他折腾着。随之而来的快感很快让我忘记了最初的疼痛，我开始死死地抱住他，主动地配合着他。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多年之后，已经成了夫妻的我们有一次吵架，他竟然骂我贱，理由是第一次做爱就那么主动，难道这不是贱吗？是啊，他说的没错，我的确有点贱，竟然在对对方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主动献出了自己，难怪他后来不那么珍惜我了。那天当激情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我伤心地躺在他的怀里哭了，边哭边捶打着他，骂他是流氓，把我的一生都毁了。他一边哄我，一边向我保证，等我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之后，他就娶我，并且还跪在我的面前向我发誓，他会爱我一辈子，永远永远都不会背叛我的。在他的山盟海誓中，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了下来。真是觉得很奇怪，这个男人虽然刚刚认识了几个小时，但我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男朋友，甚至是未来的丈夫了。我很幸福地躺在他的怀里，一边抚摸着他性感的胸脯，一边和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床上躺了大概有1个小时，后来他提议带我去宾馆下面的舞厅跳舞，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跟着他来到舞厅，在激越的音乐声中，我们紧紧地搂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又开始吻我，我也热烈地回应着他。下半场时，舞厅的灯光更加昏暗，我们坐到舞厅最后的情人角里。就在那里，我俩又一次疯狂做爱。这一次我感觉到了无法言表的快感，禁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幸好舞厅里的音乐声很大，盖住了我的叫声。就这样，我们一发而不可收，做爱成了家常便饭。我们不顾一切的翻云覆雨，疯狂的结果是我怀孕了。因为我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第1个孩子我只好做掉了。我们的事儿终于让父母知道了。妈妈强烈反对我和石小鹏谈恋爱，她的理由很简单，石小鹏他是郊区的农民，而我呢，怎么说也是个城里人，跟着他我会受一辈子的苦的。可是我不顾妈妈的反对，继续和石小鹏保持着来往。2年之后，我嫁给了他。结婚之后，我曾幼稚地认为爱情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可是无情的现实却告诉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据说爱情的保鲜期仅仅只有18个月，18个月之后，夫妻之间的粘合力就会大大降低。台湾作家柏杨也说过，爱情是不按逻辑发展的，所以必须时时注意它的变化。爱情更不是永恒的，
所以必须不断地追求。鲁迅先生则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确，爱情像花木，只有常常浇水施肥，才能开出绚丽的花朵，否则只会枯萎死亡。我和石小鹏的婚姻也经历了从绚丽的花朵到渐渐枯萎的过程。刚结婚不久，我感觉很幸福。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单位的效益还算不错，石小鹏的轮胎店的生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精心地收拾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标准的白领丽人。石小鹏在结婚之后也显出了一种成熟男人的气质，感觉比以前更帅了。我想当初之所以不顾父母的百般阻挠嫁给石小鹏，主要是被他的男人味所吸引。他阳刚但不失温柔，他浅薄但不失帅气。特别是我们的性生活很美妙，很和谐。我庆幸自己没有嫁错人。父母嫌他，那是因为他是农民，但是农民又怎么了？农民照样可以挣钱养家。再说了，城里人有几个像他这么帅气的？有几个能让我如此幸福的？可是仅仅1个月之后，我就发现所谓的婚姻殿堂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使曾经有过，也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幻觉，而幻觉总是短暂的，它就像天边的闪电，一闪即逝。最先让我感到的痛苦是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喜欢看经典影片，他最多看看武打片，甚至还喜欢买一些3级片带回家看。我有时会带他到西餐馆吃饭，他就抱怨用刀叉太麻烦，甚至在吃牛排的时候直接用手去抓，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感觉很没有面子。我虽然也并不是出身贵族，但是骨子里是一个崇尚高雅的女人。她的这些粗俗的表现都让我觉得不能容忍。这还不算什么，慢慢的我又发现了石小鹏的很多秘密。结婚后不久，我才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竟然只念过小学，可是我怎么说也是个高中毕业生啊。他虽然外表长得不错，但是骨子里是个粗俗的人。他总是喜欢对别人说他对老婆太好了，从来舍不得打一下，气急了也就是骂上几句。你说说他说的这是人话吗？当然了，他还算给我留面子，没有告诉别人他喜欢骂我贱。在夫妻的性生活上，除了蜜月期的短暂激情，我就再也没有品尝过女人应该品尝到的那份快乐。人都说，得到的并不觉得珍惜。男人一旦将女人追到手，就不再把到手的女人当回事儿了。这就如同猫逮耗子一般，耗子越是想溜，猫就追得越带劲儿。等猫终于用尽了力气把耗子追到手，并一口把它咬死之后，就懒得再去吃一口了。石小鹏就像一只猫，等把我这只耗子追到手之后，他就懒得再看我一眼。性生活也是他想干的时候就干，干完了之后他立刻呼呼大睡。婚后第2年，我们就有了孩子。这时的石小鹏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也没当回事儿。干事业嘛，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他的轮胎店最近生意是越来越好了，他不在那儿守着，那怎么行呢？就在我任劳任怨地为这个家默默奉献的时候，有关丈夫在外面花心的风言风语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刚开始啊，我还有点不相信，可是时间一长，我觉得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即使从生理角度来看，我也敢说丈夫肯定是移情别恋了，至少他在外边有一个固定的性伙伴，不然他不会这么长时间对我冷淡的。偶尔一次，好像还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似的。这些
我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所以我凭直觉猜想，他在外边肯定是有外遇了，只不过他装得比较成功罢了。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去抓住他的把柄。再说了，一个男人要想做这种事儿，当妻子的是抓不住的。就算是抓住了，你又能怎么样呢？无非是听他在虚情假意的表演一番，说上几句下不为例、痛改前非之类的话，不也就过去了吗？现实生活当中，有几个做妻子的在真的发现丈夫有了外遇之后，马上提出离婚呢？我觉得这种事儿主要是靠做丈夫的良心来约束。男人在这方面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妻子，而是他们自己灵魂中的那份道德感，那才是让一个妻子获得安全感的最重要的守护神呐，别的都不行。一天晚上，石小鹏在洗澡，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拿起来看了看号码，但是没有去接听。我很想知道是谁这么晚了还在找他。我蹑手蹑脚地关上房门，在卧室里用电话打了过去。电话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是石小鹏吗？我是……”此时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我没有说什么，把电话挂断了。石小鹏出来后，我告诉他刚才有人给他打手机。石小鹏看了看手机号码，若无其事地说：“是个客户打过来的。”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难道你不用回个电话吗？石小鹏背对着我长吁了一口气说：“不理这些人很烦啊。”我总觉得石小鹏好像隐瞒着什么。又有一次，我在洗手间听见石小鹏接一个电话，从他那断断续续的呀声中，我肯定电话和女人有关。果然，石小鹏说有事儿就匆匆地出门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偷偷地跟在他的身后，一定要去看个究竟。石小鹏在一家咖啡屋门口东瞧瞧西望望，像贼一般地溜了进去。屋里的光线很柔和，在这极易滋生爱的地方，石小鹏坐在一个女孩子的对面。虽然光线很暗，但是两个人的一举一动仍然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很漂亮、很秀气的女孩子。可是我不忍心看下去了，回到家里，我再也忍不住趴在床上痛哭起来。石小鹏回来看到我的样子，很温柔地问我怎么了。我不耐烦地推开他的手，单刀直入地说：“你别碰我！你和他认识多久了？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石小鹏很吃惊，他本能地撒谎：“你说什么呢？真是莫名其妙啊！”可是他的眼睛始终看都不敢看我。我的心凉了，抬起头来，冷冷地望着他：“石小鹏，我希望你跟我讲真话。”石小鹏一下子就软了，双手插进头发里，低声说：“在你怀孕的时候，我经常陪你到医院去检查，每次都是他接待的，时间长了，我们就熟悉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离婚，这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请你相信我。”我能相信他吗？自己的爱人如果被别人拥有了，那种滋味该如何承受呢？那一晚，我流泪无眠。暑假很快到了，儿子被母亲接走了，偌大的房子只住着我和石小鹏两个人。那天天很闷热，他回来得很晚，进门见我躺在床上，就主动地抱起我，对我一阵亲吻。我闻到了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这是我不曾用过的那种。我的大脑里闪现出了那个漂亮女人的面容，不由得我觉得一阵恶心。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又在外面玩女人了？我顺手打了他一记耳光。从激情中跌落下来的石小鹏捂着脸怔怔地望着我，我看到他的脸色都变了，那情形像突然泄了气的皮球，很是沮丧。他没有回答我的话，抱着被子到小房间去了。从此我和石小鹏的关系变得微妙和生硬起来，连话都很少说。我想他做错了事还瞒着我，我只是装糊涂，不想捅破那层窗户纸而已。往后的日子，我们只是机械地做着应该做的事，石小鹏呢，则更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整天看着我的脸色行事。我们甚至连夫妻之事都没有了。石小鹏的面容渐渐憔悴，我心里边也很担忧，因为他毕竟是我的丈夫啊。那段时间，每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想的更多的还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美好光景。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我决定给石小鹏一次机会。中秋节的那天晚上，儿子被奶奶接走了。晚上我做了石小鹏最喜欢吃的菜，我俩喝着红酒，边吃边聊。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吧，石小鹏突然很霸气地抱起我走向卧室，他几下就脱去了我的衣服。那次是我拒绝他之后的第一次。没有想到好景不长，1个月之后，石小鹏花心的毛病又犯了。有人告诉我说，石小鹏和他们轮胎店隔壁的饭店服务员小梅搞到了一起。我见过那个小梅，长相很一般，又是从外地农村来的打工妹，说是饭店服务员，其实不过是个卖淫女。她的职业就是为到饭店里吃饭的过路司机们提供色情服务，属于那种价格低廉、没有档次的妓女。我就想，石小鹏怎么会和这样的女人搞到一起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啊！起初我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也禁不住别人的一再疯传，心里也不禁泛起了嘀咕。为了证实传言的真实性，我趁着天黑摸到了饭店，抓住了正光着身子和小梅睡觉的石小鹏。目睹那种丑恶的场面，我羞愤难当，我真想一头就撞死在他们面前。但是我又想，为了这样的男人去死，我真是不值得呀。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个女人因为丈夫的背叛选择了自杀，想以此报复他。结果怎么样呢？第二天，记者找到她的丈夫，想进行采访。那个时候，她的丈夫正在悠闲地打牌，并且拒绝了记者的采访。我不愿意做如此悲哀的女人，所以我咬着牙挺了下来。但是我一想到一个无论在相貌还是档次上都根本没有办法和我相比的女人，竟然把我给打败了，我怎么甘心呢？离开饭店回到家后，我喝了整整1瓶白酒，在大醉中，我对着天花板狂笑不止。我笑自己太痴情太傻，这就是我曾经为之倾心付出的男人吗？他竟然是这种货色！我感觉很痛苦，几乎变得麻木了。那时候我才知道中国文字的伟大。昏这个字儿的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的昏，昏暗的昏，是和黑暗、神志不清、认识糊涂联系在一起。阴字呢，左边同样是个女字，右边的阴则和缘故、依、顺着等等联系在一起。婚和阴合在一块儿，就成了所谓的婚姻，意思是女人发了昏。想想吧，
自己不就是一个发了婚的女人吗？稀里糊涂神志不清地走进了黑暗的婚姻中。我还是太单纯了，太没有社会经验了，这么容易就被石小鹏这样的坏男人给欺骗了。我的痛苦找不到倾诉的对象，能和谁去说呢？我知道石小鹏有外遇的事儿，不能和任何人讲。要是我妈妈知道了，那简直太丢人了。当初为了和小鹏结婚，妈妈差点没气死。如今自己又是怎样的下场呢？妈妈肯定会笑话我的。以前我对门当户对这个词儿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嗤之以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条千年古训真的有它的一番道理在其中。男女双方的条件如果相差太多，即使相爱了结合了，这种爱情也是相当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结婚之前我就和石小鹏约法三章，结婚之后什么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唯有那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不论是我们之中的谁触犯此天条，结局只有一个：离婚。在我的夫妻相处的原则中，我是不会和一个花心男人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和石小鹏离婚。从那天被我在饭店赌个正着之后，石小鹏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为了尽早能和他离婚，我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回家一趟。第二天下午，石小鹏骑着摩托车过来了，我冷着脸不理他，他尴尬地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问我让他回家有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大事的话，他要回去。现在他的店很忙，他不能在家里待太久。说完，他竟然真的抬腿就走。我把他叫住了，把早已拟好的一份离婚协议从抽屉里拿了出来，让他签字。他接过离婚协议，愣了一下，匆匆地看了一眼，然后拿起桌上的一支笔，做出要签字的样子。我以为他很快就会签上自己的名字，但这个时候他却停了下来，望着我说：“你真的要离婚？”我瞪了他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他见我如此坚决，又说：“我可以答应和你离婚，不过儿子得归我。如果你舍得儿子，我就签字，否则一切免谈。”他对我什么条件也没有提，只提了这么一条，但就是这一条却是我最致命的地方。别的条件我都可以放弃，房子、银行里的存款，所有的，但是唯有这一条我是绝不能放弃的。想到聪明可爱的儿子，我犹豫了。儿子是我生命中的最爱，儿子就是我的生命，失去儿子，我的生命也就失去了。要是没有儿子，我会感觉生无可恋，了无牵挂。石小鹏看来是抓住了我的弱点，留住儿子，也就把我留在了这个家里。我的离婚算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石小鹏粉碎了。虽然我们没有离婚，但是我们的夫妻感情却从此破裂了。起初的时候，我们还在一天天的吵闹中度过，后来呢，双方连吵架的兴趣都没有了，于是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冷战。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原谅过他，我已经对他非常厌恶了，看他一眼我都觉得恶心，我都觉得要吐。他和小梅那种女人都睡过了，谁知道他会不会染上性病？说不定他早就被小梅传染上了艾滋病呢。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我可不想做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我就像是患上了心理洁癖，碰都不让他碰我，更别说和他过性生活了。事实上，我对石小鹏的制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相反，这倒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地到外面
拈花惹草了。再好的女人，只要石小鹏玩厌了，就会像一件旧衣服似的随手把它扔掉。很快，那个风骚的小梅也被他玩厌了，他就开始到外面去找刺激。有一回我从娘家回来，忘了带钥匙，就顺便路过石小鹏的轮胎店拿钥匙。石小鹏没有在，听他的同事说他在隔壁的洗头店洗头。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和一帮洗头女说说笑笑，见了我，石小鹏马上不吱声了。那帮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人都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我。从这些眼神当中，我发现石小鹏和这些洗头女的关系非同寻常。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他就给自己惹出了麻烦。他和一个妓女乱扯，人家讹上他了，跟他要5万块钱，搞得他一脸的垂头丧气。我默默地流了一夜的泪，我恨石小鹏，可是我一想到这个家，我又心软了。第二天，我跟石小鹏要了那个女人的电话，那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壮的女人。她一见到我就蛮横地说：“你是石小鹏的老婆吧？告诉你，石小鹏把我强奸了，现在我丈夫知道这事儿了，要找人打折他的腿，我也要去法院告他。如果你想救他的话，拿出5万块钱，啥事儿没有，你看着办吧。”我冷冷地告诉他，我自己的丈夫我了解，他风流不假，但1不会卡破水，2不会欺骗水，你自己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吧？你愿意的话，你尽可以去告。如果你想威胁我们，对不起，我现在就去告你敲诈。那个女人愣住了，愣了片刻，随即嘶声力竭地喊道：“好啊，那我就去你们家闹，去你儿子的学校闹，去石小鹏的店里闹，我怕谁呀？”最后我给了那女人1万块钱，那是我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准备给儿子买钢琴的钱。把钱递给那女人的瞬间，我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一样难受。回到家里，我再也挺不住了。我活得太累了，我还有什么希望啊？我想到了死。我服下了10几片安定之后，很平静地躺在了床上。幸好那天石小鹏回来的早，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我醒来之后，他跪在床前痛哭流涕地说，他不想伤害我，不想伤害这个家，他是爱我的，爱这个家的，只是他没管住自己。我轻轻地抚摸着石小鹏的头发，不得不承认，我仍然爱着这个男人，只是不知道这爱还能抵住几回这样的打击。我们的婚姻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他毕竟还是我的丈夫，不能说我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再说，我还指望着他挣钱养家，因此我开始担心他这样长期在外面鬼混，说不定哪天还会出事。我开始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每天如果回来的太晚，我就睡不着觉，好不容易把他等回来了，他却往往倒头便睡，想听他多说一句话那都不可能，更别说温柔体贴了。我们虽然仍然在一个床上睡，但是谁也不会主动去碰水。有时无意当中，我的手碰到了他的手，我都像触电一样赶紧拿开。想着他的一双手，不知抚摸过多少女人的身体，我都觉得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我和石小鹏的婚姻就这样不死不活地继续着。在寂寞无聊中，我喜欢上了情感类电视剧和书籍。电视剧中那些男女缠绵的镜头，或书中的某段性描写，竟会让我这个已婚女性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对性生活感到心跳
和神往。也许是触景生情吧，这些东西会让我回味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的快乐体验。我感到春心躁动不已，那种膨胀却又难以宣泄的欲望，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皮球，你越是想压下它，它就越是拼命地往上窜。无法排遣的落寞，在欲望火焰的炙烤下，慢慢地把我变成了一个心如死灰的老女人。当然，最先老去的是那颗孤苦无助的心。心比身先老，这对一个正值青春的女人来说，无疑是一件既可悲又恐怖的事情。但是深陷其中的我，只能任由自己向下坠落。我没有办法解救自己，唯一能救我的人只能是石小鹏，而这个恶心的男人此刻却躺在了另一个风骚女人的床上。我最害怕夜晚，特别对雷雨交加的夜晚尤其感到恐惧。而这个季节，广州的雷雨天气特别的多。一天，天刚黑就下起了大雨。当血雨击窗、电闪雷鸣之际，我吓得缩进了被子。这个时候，我多么渴望旁边能躺着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用他坚实的胸怀给我以慰藉。一声巨响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久久回荡，一种极度恐惧的感觉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我猛地从被子里跳了出来，光着脚开亮了所有的灯，而后又把电视、音响、电脑的音箱通通打开，把声音调得大大的，震得整个屋子都抖动起来了。巨大的噪音中，声嘶力竭地尖叫着，想用这最原始的呐喊压下心头的悲凉和无助。我的无性婚姻迄今为止还没有解体，原因有很多，或许是为了面子，为了财产，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为了孩子。现在我和石小鹏在一起，已经很少有话可说了。虽然在一个屋檐下，仍然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是自从发现他的外遇之后，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过夫妻生活。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它确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了，在这2年当中，石小鹏也曾经向我示爱过几次，但是每次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倒也很有君子风度，遭到我的拒绝，他一般是不会强求的。这倒不是说他多么有自制能力，而是现在的我在他的眼里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他外面的女人那么多，多得很，根本就玩不过来，还会在乎我这个黄脸婆吗？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虽然有的时候也会为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但是还好，有儿子陪着我，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到了儿子的身上。当然，除了儿子，我也有自己的生活乐趣。闲下来的时候，我会约上几个闺中好友到家里聚一聚，给他们做上几个拿手好菜。听着他们称赞我的厨艺又有了提高，我这心里边感觉很是舒坦。最近我又和几个好朋友聚会，在闲聊当中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各自的家庭，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原来他们当中有好几个都和我一样，也身处无性婚姻之中。他们的无性也各有各的原因，有的是丈夫出国深造了，自己呢又受传统观念的限制，天长日久主动放弃了性生活；有的是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男女关系比较惧怕，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心态，渐渐地远离了性生活。
还有的则干脆是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冷战，但又没有到离婚的地步。我知道，在大多数健康人的婚姻中，无性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无奈。所谓无性，也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性生活。自慰、网络性爱、电话性爱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采取的性爱方式。起初的时候，我不耻于这种性爱，但有一天晚上，我却因为接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而不自重的也陷了进去。有一天晚上，大约是9点多钟吧，我正心烦意乱地躺在床上睡不着，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说他要找张勇，我忙告诉他打错了，挂了电话。没过几秒钟，电话又响了起来。我接起来一听，仍然是刚才那个要找张勇的男人打来的，于是我不耐烦地把他挂断了。打发了这个男人，我突然感到了莫名的失落。其实在这个寂寞无声的静夜里，我是非常渴望能有一个男人和我聊上几句的，哪怕是个陌生的男人也行。比如刚才那个一连拨错了2次我家电话的男人。我不由得想，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男人呢？从他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中，我可以判断出他年纪大概在35、6岁。他还有个朋友或上司或亲人，名字叫张勇，电话号码和我家的很接近。就这么一位和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男人，竟让我猜测了将近1个小时。我觉得自己挺可笑的，也觉得这件事儿挺好玩的。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让自己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可是我越控制，我越发现自己在想这个人。我的思维仿佛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荒芜的大脑中乱蹦乱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它。就这样又折腾了1个多小时，我见自己仍然睡不着，索性伸手拿过枕边的电话，按了个回拨键。电话接通了，果然是那个陌生男人接的电话。他拿起话筒就冲我说：“喂，张勇啊，这么晚了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儿吗？”我禁不住痴痴地笑了起来，恶作剧似的对他说：“什么张勇啊，我是张勇的老婆。”他愣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兴奋地叫了起来：“哦，是你呀！对不起对不起，真是不好意思，今天一连2次把电话都打到你那儿去了。哎，你这个人还真逗啊，竟然冒充起了张勇的老婆。告诉你吧，张勇是我的一位小兄弟，大学刚毕业，连女朋友还没找呢，哪来的老婆呀？哎，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是不是找我算账啊？”见他这么健谈，我愈加任性地说：“没什么事儿就不能找你吗？我可告诉你，是你让我到现在还睡不着的，我也要让你没法睡。”那好啊，我也正愁着睡不着呢。要是你有兴趣的话，咱们聊聊。只要你有话题，聊一夜我都愿意陪着你。就这样，我和这个陌生的男人聊了起来。很快我就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叫赵天武，今年36岁，未婚，估计是骗我的，36岁了还没结婚，这不太可能。他说自己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他还告诉我，他身高1.82米，别人都说他长得像影星金城武。他不知道这是在夸他还是损他，因为他并没有觉得金城武长得有多帅。我们在电话里谈的话题涉及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我觉得他的知识面可真广泛，好像世界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说实话，我还是非常愿意和这样的男人聊天的。那天挂了电话之后，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虽然我们的第1次长谈并没有像预先设计的那样要聊上1夜，但3个小时的长谈已经让我对这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
有了些好感。这是自我认识石小鹏之后第一次有了被异性吸引的感觉。从那之后，寂寞无聊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打电话，每次他对我都很热情，有的时候他也会给我打电话。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他给我打电话的次数只及我给他打的1/3。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我没有觉得自己的主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随着电话交流的次数增多，我们的感情在递进。他从开始叫我名字到亲昵的叫我丽丽，我也亲昵的把他的姓重复2次，喊他赵赵。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至今还没有见过面的男人。我觉得我们之间再这样发展下去，我一定会爱上他的。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在电话里提出要和他见上一面。我以为他会答应的，因为按照常规，女人提出见面要求，男人一般是不会拒绝的。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却拒绝了我。他的理由是，我们见面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等过一段时间再说。他怕我失望，他极力地解释说，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随便，他要彻底征服了我之后才在我的面前出现，他要给我一个惊喜。尽管我们没有见面，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却日益深切。我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给他画像，这幅画像定格在了脑海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会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甚至他还常常跑到我的梦里。有一次，我竟然在梦中和他做爱了。醒来的时候，我努力地回忆着梦中的情景，可惜梦中的情景随着头脑的清醒，已经变得稍纵即逝，支离破碎。能够记住的唯一的完整场景就是他抱着我，一边吻我，一边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抚摸我的身体。但是这个梦中情景还是让我的脸像发烧了一样，摸起来滚烫滚烫的。虽然我的见面请求被他拒绝了，作为女人，这让我感到有些没面子，但是我也没有怪他，我甚至还觉得他这样做挺像个男人，挺有个性的。这也在我的感觉中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我对他愈加好奇，愈加想见到他。我们仍然每天准时通电话，互相问候。有一天，我带着儿子到家附近的肯德基吃饭，刚刚坐下不久，就为了一点小事和别人吵了一架。对方是一位男士，仅仅因为我儿子不小心碰到了他面前的盘子，他就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还说我儿子有多动症，吓得儿子差点哭起来。对这种不知道爱护儿童的男人，我一点都没有客气，结果他被我教训得狼狈逃窜。晚上，我和赵天武通电话，聊了大约1个多小时。就在最后大家互致晚安，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他今天看到了我，问我白天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儿子到肯德基去了。我很奇怪，他怎么就知道那是我呢？他说他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少妇长得很漂亮，与我和他描述的差不多，并且说话的声音也特别像我，他就跟踪在我的后面，一直跟进了肯德基。他跟我开玩笑说，他本来是准备娶我的，但是看到我当时骂人的样子那么凶，就不敢再动这种念头了，因为他怕和我结婚之后，他会变成气管炎。要是真得了这种病，就等于得了绝症，根本就治不好，结果会死得很难看。他的话把我逗乐了，我觉得自己真是挺没福气的。他既然已经见到了我，可我却不知道他。我任性地对他说，这对我太不公平了吧，如果你再不出来和我见面，我就不理你了。他笑着安慰我说，别生气嘛，
你不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见面那是肯定的，但是不是现在。那你告诉我，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不久的将来吧。我这么求他，他都不愿意和我见面，这让我觉得自己挺没有自尊的。但是不知怎么了，他越是这样对我，我就越是渴望能够见到他。他已经把我折磨得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我曾经在网上把这件事说给网友听，让他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些网友倒是很热情，纷纷帮我分析，给我出主意。有的人认为对方是有家室的人，想以玩弄女性的感情来显示自己的魅力，但是又唯恐影响到自己家庭的稳固，所以才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的人则认为对方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他在官场失败、情场失意的情况下，就把本事都用在耍嘴皮子上了，以在心理上征服一个女人来求得一点平衡。还有的人认为对方是一个相貌丑陋而且内心怯懦的人，他没有勇气来见自己喜欢的女人，等等等等。这些网友的分析我都不能接受，在我的心目当中，赵天武和上述男人没有任何联系，我不愿意把任何不好的字眼放在他的身上。这样为他辩护，充分说明我已经爱上了这个没见过面的男人。我真怕见了他之后我会控制不住自己，但我又10万分的想见到他呀。就在这种矛盾中，我们继续通过电话交往着。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通电话，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空落落的，弄得我坐立不安，魂不守舍。这样聊了大约半年，他终于答应见我了。我们相约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处公园见面，说好了在那儿互相寻找对方，看能不能找到对方。约好的时间是下午5点，可是我从下午3点就出发了。我早早的来到公园，在那儿等着他。我在公园门口徘徊了1个多小时，直到约会时间，看着一张张面孔从我的身边晃过，始终没有我想象的那个男人出现。5点10分，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忍不住拨打了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关了，一直等到6点钟，仍然不见他的影子。我觉得我被他耍了，生气地离开了。回到家，连晚饭也没有吃，我就躺到了床上。可是我睡不着，睁着眼等着枕边的电话响起。可一直等到凌晨，他的电话也没有打来。后来我终于忍不住给他拨去了电话，电话响了大约1分钟，那边没有人接。我一连拨了3次，都没有人接听电话。拨他的手机关着。晚上，石小鹏回来了。他今天的情绪似乎不错，笑眯眯地问我晚饭做了没有。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和他说话。见我不说话，他走过来很关心地安慰我。怎么了？又有什么事让你感到不高兴？丈夫这般殷勤，我觉得不理他也有些过意不去，更何况我是为自己的婚外情而感到烦恼。于是我就说，没什么，我不能成天总对着你笑吧，是吧？石小鹏显得有些愧疚的样子说，你看，都怪我对你关心不够，让你一个人太寂寞了。要不然咱俩明天出去散散心？要去你去吧，那些鬼地方想起来就恶心。我的好老婆啊，你误会了。明天啊，咱不去舞厅那些鬼地方，咱们呢去一个高级的浪漫的地方。什么地方啊？当然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啦。石小鹏说到这儿笑哈哈的。我哪儿都不想去。对，
我的老婆哪儿都不愿意去，就是想去公园儿。我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了。今天去公园的事儿，他怎么会知道呢？莫非他跟踪我？随后我镇静下来，就算他发现我去公园又能怎么样呢？又没有男人和我在那儿见面，石小鹏这小子又能抓住我什么把柄呢？我的语气于是变得坚硬起来。石小鹏，你什么意思啊？有话就说，磨磨唧唧的，你像个男人吗？请老婆息怒。石小鹏不紧不慢地说，谈情说爱的事儿可是急不得的。你说我跟谁谈情说爱了？你小子嘴巴放干净点儿。没想到石小鹏却哈哈大笑起来，一阵狂笑之后，他突然拉下脸来对我说，别忘了，赵赵可是我的哥们儿，他让我告诉你，他今天下午没空，和另外一个女孩子约会去了。其实啊，咱们男人女人不都是一样吗？不都是些假正经的东西吗？听了石小鹏的话，我气得差点晕过去。天哪，我总算发现我的婚外情原来是丈夫石小鹏一手策划的。这家伙明明对我失去了兴趣，但是他却挖空心思派人监视我，简直是可耻之极呀！这似乎又印证了这样的一句话：花心的男人是容不得自己的女人也花心的。